唐太宗李世民，这位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伟大帝王，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，波澜壮阔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李世民出生于公元599年1月23日，陇西成纪，今甘肃省秦安县人。自幼，李世民便展现出了过人的聪慧和勇气，深受家人的喜爱和重视。在成长的过程中，李世民接受了良好的教育，不仅熟读经史子集，还对兵法战略有着浓厚的兴趣。隋朝末年，由于隋炀帝的暴政和频繁的征战，民不聊生，社会动荡不安，各地纷纷爆发了农民起义，天下大乱。在这样的局势下，李世民敏锐地察觉到了隋朝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，于是他积极劝说父亲李渊起兵反隋。李渊起初还有些犹豫，但在李世民的坚定决心和精心策划下，最终于公元617年在晋阳起兵。起兵之后，李世民率领军队南征北战，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魅力。他身先士卒，冲锋陷阵，在战场上屡建奇功。在与隋军的战斗中，李世民指挥有方，多次以少胜多，迅速扩大了起义军的势力范围。公元618年，李渊在长安称帝，建立唐朝。李世民被封为秦。在平定薛举、薛仁镐父子的战争中，李世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。薛举父子拥兵自重，势力强大。起初，唐军在潜水员之战中失利，但李世民并未气馁，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，重新制定战略战术。最终，在第二次潜水员之战中，李世民一举击败薛仁镐，彻底消灭了薛家父子的势力，巩固了唐朝在关中地区的统治。随后，李世民又率军东进，与刘武周的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。刘武周在突厥的支持下，势力迅速扩张，对唐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。李世民亲自率领大军出征，经过艰苦的战斗，最终击败刘武周，收复了失地，稳定了唐朝的北方边境。在唐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，最为关键的战役当属与王世充和窦建德的对决。王世充在洛阳称帝，建立正政权；窦建德在河北称雄，建立夏政权。李世民率领唐军首先围困洛阳，王世充困守孤城，向窦建德求救。窦建德率领大军前来救援，形势对唐军极为不利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，李世民展现出了非凡的战略眼光和决断力。李世民决定分兵抵御窦建德，自己亲率精锐部队赶赴虎牢关，生擒窦建德。随后，他又回师洛阳，迫使王世充投降。经过多年的征战，李世民为唐朝的建立和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他的威名传遍天下，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。然而，他的功绩也引起了太子李建成的嫉妒和忌惮。李建成担心李世民会威胁到自己的太子之位，于是与齐王李元吉联手，试图打压李世民。在宫廷斗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，公元626年7月2日，李世民在长安城的玄武门发动了政变，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。这一事件被称为玄武门之变。玄武门之变后，李世民被立为太子。不久，唐高祖李渊退位，李世民登基称帝，是为唐太宗。李世民即位后，为了稳定局势，恢复经济，他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，鼓励农民开垦荒地，发展农业生产。同时，在政治上，他重用了一批名臣，如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征等。这些大臣们敢于直言进谏，为唐朝的政治清明和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。魏征是李世民最为敬重的大臣之一，他多次直言不讳地指出李世民的过错，而李世民不仅没有怪罪他，反而对他予以重用。李世民还注重法治建设，他命人修订了唐律，使其更加完善和公正。唐律对各种犯罪行为的定罪和量刑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，体现了宽仁慎行的原则。同时，李世民还加强了对官员的监督和考核，严厉打击贪污腐败行为，保证了政治的清明和公正。在文化教育方面，李世民也非常重视，他大力兴办学校，培养人才。他鼓励学子们勤奋学习，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。同时，他还组织学者们整理和编纂典籍，
促进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。在民族关系上，李世民采取了开明的政策，通过和亲、册封等方式，加强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联系和交流。例如，他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的松赞干布，促进了唐蕃之间的友好关系。同时，他还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羁縻府州，让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官职，实行自治。这些政策的实施，使得唐朝的边疆地区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和繁荣。在对外交往方面，李世民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和贸易。唐朝的文化、艺术、科技等方面的成就传播到了世界各地，同时也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精华，使唐朝成为了一个开放、包容的国度。长安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，吸引着来自各国的使节、商人、学者和艺术家。公元649年7月10日，李世民因病驾崩于寒风殿，享年52岁。他的离世让全国上下陷入了悲痛之中。回顾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生，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战略家。他的军事才能、政治智慧、用人之道和开明的政策都为后世所称道。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，不仅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也为后世的统治者树立了典范。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，熠熠生辉。